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每天用一杯咖啡的时间，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。今天这期咖啡屋分享的内容是去日本发现街头最靓的竟是大妈，一收裤松，配平底鞋，优雅好看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美女这个词会让人想到年轻有活力的面孔，但最近在日本街头走了一圈后，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。那些头发花白、眼角有皱纹的老年人，看起来比年轻人还要时尚。他们没有刻意打扮的年轻，也没有追求潮流，但就是能穿出自己的风格，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美并不只是年轻人的特权，相反，那些20、30岁打扮得体的年轻人，看起来并没有老年人那么引人注目。同样的审美，为什么老年人打扮得更好看？日系风格一直都非常流行，日系的穿搭风格走的是一种低调而优雅的路线。这种风格的服装版型宽松，但不会显得拖沓，色彩柔和，但不会让人觉得沉闷。它给人一种性格温和、低调和内敛的感觉，简洁大方，非常适合职场中的打工人。然而，这种风格年轻人穿，会显得有些没精神或者不够惊艳。看看中日韩三国观众选出的大美女，就会发现日系的这种打扮太普通了。相比之下，中韩年轻女人的美更加具有冲击力。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日系风格反而成了一种扬长避短的好方法。廓形优势，松弛感满足老年人的身材需求。如果你看日本电视剧或者杂志，会注意到他们特别喜欢穿阔腿裤、大摆的裙子和稍微宽松的上衣。这些衣服会模糊年轻人的身材比例，显得腿短或者没有线条感。然而，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这些衣服却有好处，它们可以遮盖腰部和腹部的赘肉，修饰腿部线条，同时让整体造型看起来不那么沉重，让整体造型更轻盈。色彩逻辑，低饱和色满足老年人的气色需求。日系风格的衣服颜色都不太鲜艳，但种类很多，几乎每种颜色都有人穿。年轻人穿这种浅色的衣服，因为颜色不鲜明，看起来不够生动，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这种浅浅的颜色反而能让我们的肤色看起来更有光彩，既不俗气，也不老气。风格适配，气质沉淀满足老年人的潮流需求。日系风格的衣服颜色和款式都比较传统，不会特别突出，但好处是看起来很自然，不造作，给人的感觉是低调的优雅。年轻人穿上就可能不够时髦，但是成熟女人却能穿出低调的精致，让整体的搭配看起来既舒服又上档次。跟街头熟女学穿搭，到老都优雅。廓形上衣，视觉上收缩。走在日本街上，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衣服看起来比较宽松，但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收缩的感觉。衣服宽并不显长，因为衣服的下摆不会超过臀部，或者在摆围的地方做了收缩处理，这样看起来就不会显胖显壮。另外，还有直筒型的衣服，这种衣服通常会贴合身体的线条，面料稍微有点垂感，这样衣服就会比较贴身。这种衣服既有足够的空间遮住身体的赘肉，又能保持线条的流畅，这样就避免了衣服过于蓬松造成的臃肿感，也避免了过于修身的衣服勒出痕迹，最终达到一种视觉上的平衡，藏肉显瘦。下装垂顺不贴肤，不堆脚口。在裤子的选择上，我们主要考虑的是阔腿裤、直筒裤和烟管裤。这些裤子的长度能露出脚踝，最长也就到鞋帮的位置，不会在脚口堆积，这样即使裤子本身比较宽松，也不会让下半身看起来太沉重和笨拙。想要看起来更苗条，可以穿修身的直筒裤，这种裤子是广场阿姨跳舞时穿的小黑裤的现代版。不过，这种直筒裤的版型会稍微收窄一些，但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宽松度，使得裤子可以自然下垂，从而拉长腿部线条，既显得修身，又不会过于紧绷，能够很好地隐藏腿部的不完美。如果挑选的是裙子，
那么裙子的样式通常是直筒或者 A 字形。直筒型的裙子使用的面料比较硬挺，这样可以不会紧贴腿部，保持腿部线条的自然流畅，同时还能提供一些宽松的空间。至于 A 字形的裙子，经常采用纯棉等天然材料，这些材料有很好的支撑力，面料自然下垂，形成漂亮的褶皱，不仅能够遮掩身体的不完美，还能营造顺畅的视觉效果。3. 配色要有明暗对比，一暗下妆亮感要大。日本女人的衣服通常不会用太多颜色，但至少会有2种颜色，她们会用颜色的搭配来突出亮点，或者让2种颜色形成对比。如果整体颜色比较中性，她们会用一些低饱和度的彩色配饰，来让整体看起来更有活力。通常，上衣的颜色会比较亮，这样可以反射光线，让脸色看起来更明亮，肤色更透亮，整个人更有精神。比如，白色上衣搭配深色裤子，通常比穿黑色上衣搭配白色裤子更好看。这不仅是因为脸色看起来更好，也是因为保持了下半身的亮感。所以，如果选择了上衣颜色深、下装颜色浅的搭配，就需要通过调整下装的款式来平衡整体的视觉效果。可以穿一些比较宽松的裤子，比如阔腿裤，或者选择裙摆较大的 A 字裙，这样可以增加下半身的体积感，让整体看起来更加协调。同时还可以通过面料的选择强化亮感对比，比如上衣可以使用柔软贴身的面料，比如针织或雪纺，而裤子或裙子则可以选用较厚的羊毛或硬挺的棉麻材料。这种搭配方式，即上身紧身而下身宽松，上身薄料而下身厚料，不仅能够自然地吸引目光向下，还能防止整体看起来头重脚轻，从而达到既和谐又有层次的效果。4. 平底鞋是松弛感的核心。由于衣服和裤子都比较松弛，穿平底鞋是最合适的，因为宽松的衣服会给人一种体积感，平底鞋正好可以平衡这种感觉，符合轻松自在的穿搭风格。例如，圆头或方头的平底鞋不会破坏裤子的线条，同时露出脚踝或脚背可以增加视觉上的延伸感，这样整体看起来既自然又轻松，既舒适又不笨重。相反，如果宽松的衣服配上厚底鞋，看起来并不会显得更高，反而会因为太正式而显得沉闷。如果换成高跟鞋，虽然会显得更高，但会失去自然和舒适。挑选平底鞋时，应该避免那些设计过于复杂和花哨的款式，比如鞋子上堆砌了太多元素或者图案杂乱无章，不仅看起来不雅观，而且也不容易搭配衣服。同时，我们还需要考虑鞋子的百搭性和质量。在颜色选择上，浅色系通常是不错的选择，例如黑白灰棕这些基础色，它们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经典颜色。而那些亮度和饱和度较低的彩色鞋子，既能为整体造型增添亮点，又能显得年轻有活力。搭配衣服时，鞋子和衣服之间要保持平衡。如果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，比如阔腿裤，那么鞋子也应该选择体积感较大的款式，比如老爹鞋。而当衣服比较轻薄时，适合搭配小体积或中等体积的鞋子，或者那些露出脚背的款式。由于裙子通常比较轻盈，所以大多数平底鞋都适合搭配裙子，除了特别厚重的厚底鞋和老爹鞋之外。3. 穿搭的6个细节，把握好了，穿什么都好看。不会搭配的小白，起初当然是以模仿别人穿搭为主，但是完全复刻别人的打扮，则没有自己的灵魂，所以不用非要坚持到底选什么风格。把握好这6点细节，任何风格都能轻易驾驭。1. 70% 基础加 30% 亮色。其实，没有固定的规则说，某个年龄的人必须穿某种颜色的衣服，关键在于衣服颜色的搭配比例，这会直接影响到整体的和谐感。无论你喜欢穿鲜艳的红色还是紫色，最好让基础色占据你全身衣服的1半以上，这样可以确保你的整体造型看起来简洁不杂乱。然后，你可以用一些亮色来点缀，这样可以提亮你的脸色，增加视觉上的层次感。一个比较保险的搭配比例是 70% 的基础色加上 30% 的亮色，
这种搭配比例既避免了单调感，又不会因为颜色太多而显得廉价。另外，低饱和度的亮色可以柔和地衬托出肤色，而小面积的高饱和度颜色可以制造出视觉焦点，让你的穿搭看起来更有活力。2. 适度留白。留白的关键在于不要让全身被衣服包裹得太紧，否则即便是昂贵的衣物也会让人看起来臃肿和老气。最普遍的做法是选择 V 领或者大圆领的衣服，这样可以增加露出皮肤的面积，修饰肩颈线条，让脖子看起来更长，脸部和肩背显得更小更薄，或者露出细细的脚踝，可以让人看起来更加轻盈和苗条。在天气较冷的时候，可以通过穿浅色的内搭衣服、轻薄的围巾，或者使用对比色的鞋袜来制造一种视觉留白，这样可以替代直接露出皮肤。例如，穿一件深色的大衣时，里面可以搭配一件浅色的高领毛衣，或者穿9分裤时搭配一双浅口短靴，这样既能保暖，又能保持整体的轻盈感。3. 发烫微卷弧度要大。很多人觉得短发小卷很合适中老年女人，但是传统的细小卷发往往因为过于整齐和密集，给人一种老气的感觉，比如常见的短羊毛卷或者泡面头。其实，剪短头发后，不必为了追求时尚而烫复杂的卷发，最重要的是让头发看起来蓬松。那些不规则的大弧度微卷，最能增加发量，改善头脸比例。另外，可以通过剪出层次来确保发型的立体感，然后配合隐约可见的松散卷度，这样既避免了小卷发的僵硬和老气，又防止了紧贴头皮的沉闷感。这种处理方法既保留了卷发的修饰效果，又通过适度的空气感摆脱了老气，让人看起来既充满活力又显得优雅。4. 妆感淡。日妆注重的是自然的肤感，所以底妆要轻薄，同时要有一定的遮瑕效果，让皮肤看起来有光泽，就像没化妆一样。眼妆一般用的是接近肤色的眼影，比如米色、浅棕色和淡粉色，这样可以增加眼睛的立体感，同时让整个妆容看起来很清新。眉毛要画得自然，不要修得太整齐，颜色要和头发颜色一致，看起来柔和不突兀。腮红是妆容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通常要和肤色接近，而且和唇色要协调。唇色一般选择自然的颜色，比如粉色、裸色或淡粉红色，关键是保持嘴唇的自然光泽，突出嘴唇的自然美。5. 选择简约纯色的首饰。首饰虽然不像鞋子那样是日常穿搭的必需品，但它能给我们的装扮增添一份精致和气质。然而，选择首饰时也要小心，过于老气和俗气的款式并不理想，特别是那些看起来过于昂贵、设计夸张、材质和造型俗气的首饰，会让你看起来显老。大块的黄金首饰往往是这类问题的代表，建议尽量不戴。相反，珍珠、贝类、玉石和天然水晶等材质的首饰更受欢迎，因为具有柔和的光泽，能够提亮肤色，而且色彩淡雅时还能让肤色看起来更明亮。高饱和度和高亮度的彩色珠宝往往不如哑光材质的首饰有内涵。哑光彩色首饰搭配棉麻材质的衣服，可以营造出一种自然、随性的风格。总的来说，选择简约、色彩简单的首饰是最安全的。即便如此，佩戴首饰时也要注意不要过多。通常手腕、脖子和耳朵这3个部位，选择2处佩戴就足够了。如果你觉得简约款首饰过于普通，可以尝试将一些配饰进行迭代，例如白色项链搭配绿色丝巾，或者在佩戴项链时搭配一个包包，这样的搭配既日常又时尚。6. 繁简结合。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服装看起来不那么花哨和杂乱，最好是把复杂的衣服和简单的衣服搭配起来。比如，如果你上半身比较丰满，那么可以穿一件简单的上衣，把注意力放在下半身。比如，一件基本款的上衣配上一条有碎花图案的半身裙，既不复杂又很吸引人。反过来，如果你下半身比较丰满，那么可以穿一件有图案或者装饰的上衣来吸引别人的视线，这样能显得更瘦一些。4. 日本熟女精简穿搭加卷发。
二者结合方能凸显高级气质。组合形式一，齐肩发加宽松 T 恤，头发剪到齐肩，上身穿一件宽松的 T 恤，既显得自在又不失风度。这样的装扮很适合日常生活中穿，对于家庭主妇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组合形式二，齐耳卷发加西装，这种齐耳的卷发更能彰显出优雅干练的气质，因此更适合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或职场女人，搭配上一套西装便能轻松展现气质感。组合形式三，干净盘发加衬衫，整洁的盘发搭配一件立体感十足的衬衫，能让人看起来更加端庄和挺拔。无论是日常装扮还是上班着装，都非常适宜。上了年纪的女人，打扮就是要以雅致为主，但是太过优雅的造型又不太日常，所以可以加入一些松弛感，这样搭配出来的效果既有女人的温柔，又不失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。无论是平时生活还是出去玩，都显得清新舒适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欢迎你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